嗨，各位科学频道的伙伴，没错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野火法杖啊。本来呢，你想象中的野火不是这样子的啊，通常它被拿来打迷雾跟孵化洞比较多，就像这样。但看似那么强，在水晶竞技场怎么都只看到火球法，却没有野火的出场机会呢？那在水晶竞技的平均血量大概在2200到2500之间不等。就拿金属板甲来说，要打出300的真实伤害啊，你至少要有面板上1200的物理或魔法伤害。那打皮甲的话，就是用65%的伤害减免去做计算，也要面板上有700才能做到这样的输出，那就细思极恐啦。本来基础就有600多的直击伤害，再加上1000多的伤害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我们了解的是野火法杖的1有 0.4秒的释放时间，所以先用火墙的恐惧做控点，就可以很轻易的去命中敌方团队。但这个前提当然是要用我们的恶棍鞋直接贴脸，才能达到突袭的效果。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惊人的伤害，高的伤害吗？太扯了 Double kill。而会有这样爆炸性的输出，当然就是刚才介绍过的真实伤害的功劳咯。如画面上啊，直接烧我们高血防高血量的石头人，照样是直接扣掉1格多啊。就问你哪个技能伤害可以达到5000的面板伤啊？这只有野火法杖能做得到。那燃烧12%最大生命已经很凶猛了，我们有什么办法让它更高呢？变成28%如何？于是黑鸭穿上了自焚甲，直接烧烂这个石头人啊！那石头直接被我烧烂，你看到吗？哦，那石头人血超多。看到这边，可能有些老屁股觉得黑鸭在乱搞啊，太抽象了。但事实上，你只要掌握身法的开关，不是野火自焚的开关逻辑，就可以很好的去运用自焚甲，不仅是它的坦度以及它的最高皮甲真伤啊。如画面上，我只开启了1秒，斩杀后即关闭。我损掉的血，其实大部分是长弓箭雨导致的伤害。なるほどね。That's good. 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。烧死一个。补了100N，多凶啊！你赢了吗？在哪里？我要完蛋！让所有的持续伤害重叠滚球烧伤的4秒，12%最大生命变成28%的生命烧伤，并做好协防及拖延，让队友有更多机会维持住战局。最后爆发带走敌方，或开场压制血量，这就是火墙流的玩法啦。这是什么？然后屁。
而我们的观众都知道，一个良好的单排套路，它必须要拥有更多的团队辅助效果。在选用火墙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无视野火法杖的长时冷却，毕竟有30秒呢。而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做到团队的辅助、控制或防御，撑到下一次的野火滚石爆发。Double kill。而在穿着皮甲的情况下，穿着恶棍鞋不仅可以保命，甚至还可以增伤我们的火炮，让威力更上一层。在残血的时候使用士兵头逃跑，是不是相当完美呢？不要来呀！你要把它引过来的。Nice. 这种是可怜的伤害。好的，那么野火法杖的武器基础介绍，以及黑鸭推荐的第一种玩法火强流，就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。说真的，我比起黑鸭的其他套路，火法真的是轻松简单又无脑啊，是可以非常愉快享受游戏的玩法。最大生命烧伤其实是相当恐怖的叠加效果哦。若打不出压力，其实很可能不是你的问题哦。若连玩这个流派都被冲烂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不管玩任何流派，大概都难以挽救那局游戏啊。还不如放宽心，好好的享受 RBN 这个自由的配装风格。而在之后有空的情况下，黑鸭会再把火炮流派的玩法做出来，给大家做参考。你会发现，即使是玩火法，也是有上下限的。有的人玩得很好，有的人就像是个立定炮台，输赢其实跟他或许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但它的确是在目前水晶竞技场最强势的一系列武器。而目前我们这个玩法呢，可以在面临唤醒熊怪的冲牌的时候啊，去打出更多的输出哈，绝对会比传统流的火法强势。所以在你遇上一些无法解决的唤醒局的话，不妨把黑鸭的这套流派拿出来试试看吧。那么科学频道，我们就下周见喽，拜拜。嘿嘿，还有多少人在呢？以前看史丹利的频道，大家常常呢只看各个边就直接跑去玩了，然后喊史丹利乱教，其实也蛮有趣的。不要走呢。